迎大家来到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 Sandra。未来银行有很多现金，各位呢今天来提款，好好的提啊。对，今天的主题是我是孩子王，育儿精英擂台赛啊，每个等于说对小孩都有一套了哈。对，小孩虽难带，很难教啊。同文萧同文哦，他上是天文，下是地理，他的广播我听了，你听了？他的什么都讲，医疗啊、生什么活都讲啊、育儿啊都有讲。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对。对，那你对小孩的看法呢？养小孩最重要。我2个小孩嘛，一个明年要上大学了。啊？真的假的？真的啊，他再过2个月就18岁。跳级生吗？没有，再过几个月就18岁。你不讲清楚，人家以为你是继母啊。18岁。对，我女儿对，然后再小的话9岁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养了2个小孩之后，我最觉得育儿的心得大概就4个字：放过自己。放过自己哦，比如说哪一些东西要放过自己？我觉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是真的就是第一个孩子，你都会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比如说像我女儿小的时候，她就是一个会含饭的小孩，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嘛，不动荤这样。就如果你不叫她，你不动她的话，她就是在那边。那所以我就每天很坚持，就是坐在她对面，我们就是1碗饭1个半小时，我要求她一定要全部吃完。然后3餐这样。3餐我每天就是花4个半小时在喂小孩吃饭。等一下，他1个半小时在有看电视还看手机？没有，我也不给他看电视。你现在的经验告诉他放过自己，就是不要这样做吗？因为他后来就是有段时间，我还跟他说你要不要少吃一点，就是后来到了长大小学、国中，所以我觉得孩子就是会好好的长大。其实是真的，你放过自己，小孩自然会长大。小孩那个千万小孩不就这样长大了？你看接下来看这个第2位。妈妈瘦成这样，小孩怎么会吃饭？你小心你好啊！你怎么瘦成这样，好像没吃饭啊？哦，对，都被小孩抢走了。我分享一个，我觉得小孩可以吃多一点点的秘诀，就是他可能他的体力消耗的不够，他就没有这么饿。所以我们整天一直跟他对峙，就一直坐在那边，他体力其实也没有消耗。所以其实可以，为了避免儿童肥胖啊、近视，我们现在都很建议儿童每一天都带出去户外活动1个小时的时间，让他体力有消耗了，回家他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吃得下。那如果他不想动，他会给你坐在树下跟你对看呢？其实不会，小孩出去应该都会想玩，都会很开心，都会开始奔跑的。杨小黎你好，小黎你好。小黎从童星开始我们就认识了。哦，童星。他从童星开始啊。对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是童星，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妈妈对我的很多教育其实是偏比较虎妈的。对，然后像刚刚童文杰讲的小朋友不吃饭那件事，以前啊，我妈的那个教育是，她把我关在厕所里面。然后放虎姑婆的故事给我听，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对，然后我不懂为什么那么乖，因为其实门是从里面可以开的，我就像是在拍什么8点档一样，这样拍着门说妈妈放我出去，我要吃饭。对，所以这一招就是心里有留下一点点的那个阴影。可是会不会自己有小孩之后观念又变了呢？对呀，其实我一直跟我妈说我不太想生，原因是因为我很怕我会打小孩。因为我会觉得小朋友就是要很有耐心的父母，然后要让他们觉得是有爱的，可是又要让他们觉得是有规则的。这一点目前呢，我觉得还没办法抓得很好。就认识自己，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没错。接下来介绍这个是出家人阿虎。这个出家人不打诳语啦。对，老婆怀孕了。对，现在目前怀孕6个月，所以算是未来爸爸了。那不然你小孩想要特别怎么样？如果说讲教育的话，我希望他首先，我希望他可以就是全美语。全美语。我希望那个每个人对小孩教育有一个期许，非常好。来，接下来介绍李介文，你好。大家好。介文是新同学，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是，大家好，我是李介文，我是儿童临床心理师。好。那我毕业于高医大的医学研究所，目前在成大心理系呢攻读博士班。是的。那我跟小孩搏斗的经验超过4000个小时。为什么搏斗呢？因为会送来给心理师评估跟训练的，大多都不是善男信女。你的意思说小孩多少有点问题才来找你？大概最常见就是过动了。过动跟不专心。自闭也会，对，大多上是处理这些问题，就是注意力不足啊，或者是人际问题啊、情绪问题啊这是各方面。所以现在应该多关心小孩一举一动，是他听力是不是比较慢啊？
或者视力有点歪。但这样妈妈们要怎么放过自己啊？但是有时候是啊，像小珍小时候她是这样，真的吗？什么意思？斗鸡眼啊！但后来慢慢有觉得你怎么斗鸡，但慢慢就打开。对，他不是在模仿你吗？没有，后来有可能，后来我就叫他怎么办？你看开一点。好有哲理哦。后来他很多事都看开了嘛，他对他婚姻也看开了，看这么开，所以慢慢眼睛就真的看开了，从小训练起来。这没有科学根据啦，看开一点。不是啊，我说真的要关心小孩，是真的要关心小孩。做事的让他知道我有爱你。对，谢谢5位来宾，谢谢。接下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美女新闻主播赖佳颖主播，你好。主播好，台湾经济研究所吴孟道所长。所长好。我们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过去是5万块，各位回头看一下。现在不是5万，只有1万呢，好加薪因为我们节目收视率非常好，反应非常热烈。本行庆祝开行快要1年到半年，加码了，所以存款利息升了5万升到6万，太好了。对，各位呢，答对一题是3000块，过去是2000块了。哇，那这6万块呢，我们总共进行2轮呐。对，2轮如果没有抢光的话，比如你抢了5万4剩6000怎么办？留到下一轮。OK，行库也不会收回来，还是继续为奖金。所以大家尽量抢。来，第1题是由吴孟道所长来举圈或叉。Sandra， 请出题。孩子的压岁钱要好好投资哦。请问，除了存在银行账户之外，还有哪些理财好方法？请抢答。阿虎。孩子的压岁钱肯定不是推筒子这种东西，对不对？这是不行嘛，那个是父母在玩的。你是出家人在那边讲说。正确用法我觉得很简单，我可能会先买个定存嘛。答对，可以。请加3000。叶文，好，买 ETF。对，可以。请加3000。董文，可以做定期定额的基金。可以。可以。请加3000。小季，因为医师，我会帮小孩子第一个买的是医疗险，特别有实支实付的功能，这样子将来他如果生病了，就都用得到。为什么？医疗险为什么不行？请说。医疗险比较像是保险的概念不它跟投资还是有段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不是投资不会理越理越好。但是他如果回答是储蓄险就可以了。对，没错。哎呀，不要再掉了。下一个不是我不行，我先把它消灭掉。不要乱消灭，那就不能用了。我们赌气不讲那个答案。对啊，小丽。买美金。对。好的，请加3000。阿虎。那个没有答案了是吧？就反正没有，反正都是这个印钞票嘛。那印钞票看什么？我可能会帮他买黄金。对，可以的。来，请加3000。借问。好，我想要买一些硬货币，就是可以抗通膨跟保值的东西，所以是，比如说劳力士。我觉得可以。可以。来，请加3000。哇，那这样多很多东西就可以了。对啊，所有产品都可以。讲一个我自己有帮小孩买的，我自己有买的，我还是走温和派，我觉得买债券还不错。对。可以。请加3000。小丽。这个有一点硬，可是我觉得买房子。对，压岁直接买压岁钱买得起。这个用法，这个用法就是呢，可能父母要先出一笔钱，然后从小孩的那个压岁钱里面，慢慢的就是等于把它存在他的头期款里面。我懂他的意思啊，就是他压岁钱每年就是放在我这里嘛。但是压岁钱是分期，我帮你收回来。对，等于我就先帮你买。是这样。因为现在的房子，我发现房产现在真的是飙升，就是赶快进场的话，可能你这是到明年，你的房子甚至就可以翻倍了。是。我觉得可以帮小孩事前投资。不行，真的不行吗？请说。我觉得最大的理由是一般人的压岁钱通常不会，因为这比较像是遗产税的赠与。遗产税，你其实不上压岁，也不上压岁钱的概念。但是你如果刚刚讲的是类似像律师这样的概念，它其实是房地产这种类似像某种ETF 的这样的形式的持有，基本上是答案就比较接近。这个很简单啦，投资自己啦。
让他去学一点才艺啊，或者是干什么，投资他自己。非常好。借问，我觉得刚刚阿虎概念很好，我们就把焦点放在有形的投资。其实我们心理学家更重视心灵的成长，就是无形的投资。所以我觉得去旅游也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理财，我觉得也可以。旅游只有花钱呢，其实是没有，而且是种投资自己的概念。对，而且旅游但是会一个是有形，一个是无形资产，所以这其实是不太一样。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概念。哦，他没有，那压岁钱今年有叔叔伯伯给他1万2万，他为什么不能带他去旅游？对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增广见闻也是投资在他身上，对不对？是这样讲就可以哦。来，请加3000，谢谢。彭文，我也接下来讲这个也是我有帮小孩做的，买美元保单。不对呀，行，因为你买不了，不是说不行，答案是对的，但是因为刚刚其实已经有提到过了，你金钱大过于对，它其实比跟外币资产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美元保它应该单。算是保单。对，但因为保单又跟刚刚其实瓜哥有提到储蓄险，其实又一样，所以其实它有点重复，所以我对啊，阿虎，那就小额投资啊，但是这个冷钱包，帮他买那个虚拟货币。哎呀，对我错，答得真好。对，3000块。阿虎懂得还蛮多的，真的有心要教育小孩对，的。但我只是没有钱买了。对啊，讲了一口好钱。不是，可是你给大家印象你是风流的出家人，没想到你还这么顾家人啊。对，来，这一题就好，我忍痛放弃了。放放弃了答差了。阿虎剩下你了，还可以继续，还有啊，他们4个都差了，你没有就没有，有就有了。加油！哇，我觉得银行的产品差不多都讲完了啦。那我们就讲一些好东西好了。好我可能会投资他去看一些艺文的一些作品。没有，哎呀，好可惜哦，很接近了啦。其实是重复了，重复了，其实就是投资自己的无形资产。对，好，通通都也不错，抢一半呢。对呀。今天这题由赖佳颖主播举千或差了，来，请出题。买东西给宝宝，却发现根本是花钱当冤大头。请问网友票选浪费钱育儿的雷物，前13名雷物有哪些呢？请抢答。小迪，学步车，学步车，对啊，这个需要的对或错？恭喜答对了，加3000。阿虎，这个因为最近很多人送我一些未来会用到的东西，那我自己用了一下洗发精啊，不是婴儿用。然后有些东西我真的是觉得废到不行。对，这个东西叫做温奶器。温奶器，对，它就是把这个奶呢调到这个小孩子适合喝的温度。但是大家发现吗？其实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微波炉。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恭喜答对了。可是它还是很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其实温奶器这个东西嘛，它就把原本冰冰的牛奶开始加热。可是呢，在加热的过程当中，妈妈是不是会去安抚小孩？小孩还在哭闹，所以呢，小孩还没一直哭闹的时候，这个奶还没温好，他又不能喝。等他安抚完之后，这个奶可能又温得太热了，所以妈妈就会觉得啊，与其我倒不如去调微波炉嘛，这样定时温好，对，不然等我安抚完小孩，再回头拿我温奶器的牛奶的时候，就又过烫了，又没办法喂小孩。哎呀，我们做这节目可能会得罪。不好意思，来请加3000。借问，我来讲一个奶嘴。奶嘴是吗？奶嘴。其实啊，小朋友在一定的年纪之后使用奶嘴，他的乳牙会长歪。然后另外呢，其实奶嘴有一个安抚的功能。那小孩子呢，在一定年纪之后，他要学习自我安抚，而不是只有靠奶嘴。所以大概我们建议到1到2岁的时候就开始戒奶嘴了。就只能使用这一下下。恭喜答对了！大家可能很惊讶，奶嘴家家户户不是都有，怎么会是雷物呢？可是我们可能要看宝宝的个性，所以有些不吃奶嘴的宝宝，妈妈就会觉得啊，这可能就是雷物之一啊。好，请加3000。彭文。就我很惊讶，怎么都还没有人讲到我要讲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最雷物第1名，厂商也不用找我，对，我不怕。你说，超雷就是电动吸鼻器。
电动什么？电动吸鼻器。什么？就是小朋友不是就是会很常感冒吗？然后会鼻子会塞。吸鼻涕啊，根本就不实用，因为它不可能让你做一个小小的管子伸进去，很危险嘛。你这样有可能会戳破孩子的。对，所以它前面那个头其实是蛮大的，就只能够在那个洞口这边吸不了深层啊。它只能吸到水的你根本不需要，那里面浓的根本吸不出来。恭喜答对了，没有错。以前吸鼻器是手动的，但是现在有电动的吸鼻器，本来以为是更方便，就没有想到，就像刚刚童文姐讲的，爸爸妈妈不太敢用，你不太敢真的把那个吸鼻器弄到小朋友的鼻子里面，所以小朋友鼻涕很严重的时候，你最后还是怎么样去找医生？好，来请教3千。来，小七分享一个婴儿推车。恭喜答对了，因为婴儿推车除了可能大一点就不能用之外，有没有发现你想把宝宝放下去的时候，宝宝是在挣扎，他不肯坐下来的，对，所以整台推车最后变成什么？妈妈的置物篮、置物车、购物车，手上还是抱小孩。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可能是雷物的原因就是这样。对，最后小孩还是用抱的。小丽。最近发现有个东西真的很有趣，就是它是洗澡网，就是有一些新手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怕小朋友会抱不住、洗不好，然后掉进脸盆里面会受伤嘛，所以他们在那个洗澡的澡盆的上面会有一个那个把宝宝网住的一个保护网，然后你就可以把宝宝就是放在那个网子上面洗。对或错？恭喜答对了，我解释一下呢，洗澡网是家里可能有宝宝的浴缸嘛，那它就会再设置一个网子，让宝宝可以躺在上面，你就可以开始帮他冲澡了。那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啊，他乖乖在上面，我就会干干净净啊，不会弄得我自己也一团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宝宝放上去之后怎么样？他又开始挣扎玩水，所以到最后呢，有洗澡网跟没洗澡网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你放洗澡网好像捕到一条鲸豚啊，太可爱的鲸豚了吧？鲸豚。哦。好，也是别人送我的哦，这个也是很多人抢着要送。你买了什么？因为那个大家的这个房子都不大，那他们第一个要丢的东西，除了那个婴儿车之外，第二个就是房子。哇，真好。对，婴儿的房子，婴儿床。婴儿床。对，好多人送婴儿床。婴儿床是雷物吗？对或错？恭喜答对了，没有错。因为有些宝宝啊，他之后放在婴儿床里面，跟刚刚推车是同样的道理，还没放下去，宝宝就惊醒开始哭了。所以最后呢，宝宝还是觉得怎么样？睡爸妈的床最舒服。婴儿床反而又是变成一个定位的东西了。对。加3000。借问，好，我来分享一个好，很奇葩的，叫做湿纸巾加热器。湿纸巾加热器，怕冰到宝宝，所以先去温一下，再擦到宝宝身上。但事实上，你用热水去用纸巾是一样的道理。哦，对或错？但是如果要代言，还是可以找我哦。恭喜答对哦，就是像刚刚 Sandra 说的，就是怕那个湿纸巾太冰会冰到宝宝的屁屁，他们会不舒服，会吓到。所以呢，你可以把整包的湿纸巾放到那个加热器当中。但是有妈妈反映哦，加热着，这个湿纸巾已经被加热到干掉了，我还没用完。对，所以也到了这个雷物排行榜当中了。还有2个名额啊，来，童文。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它本身应该是好用的，但是加上电动就真的很不需要。磨甲器，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电动磨甲器，小朋友用。小朋友，恭喜答对了，因为电动磨甲器呢，那个有点像是我们做光疗、指甲、美甲的概念哦。首先第一个，它会发出一些机器的声音，宝宝很少，他听到那种声音，他会感到有点紧张跟害怕。再来是有些爸妈担心，我如果磨歪的时候，我会不会误触到宝宝很幼嫩的皮肤，就可能会受伤，会担心。对，最后哇，就像这个童文姐讲的，大家还是觉得算了，我就小指甲剪，还是一般的磨甲器，把它磨得稍微圆滑一点，不要刺到它就好了。剩最后1个名额，小姐。好，再分享一个叫做蝴蝶包巾。它是长得像一个蝴蝶状的包巾，然后可以把宝宝包起来，然后把它拉链拉起来，然后它就会变成像一个这样。可以干嘛？很可爱啊。对，那这样子宝宝的话就有安抚的作用，它就比较不会因为惊吓反射自己在半夜的时候想不舒服就哭。对，其实很多宝宝反而被包这样很不舒服。再来就是因为它包覆性比较强，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异位性皮肤炎的发生，所以其实没有这么建议把它包起来。蝴蝶包巾，对或错？恭喜答对哦，因为有些宝宝他在睡觉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想要被束缚住的，所以这个答案是 OK 的。OK， 加3000。各位，6万块通通被你们领完了，恭喜你们哦！我们把奖金宣布一下，第一。好，童文12000，小七6000，小黎9000，阿虎18000，介文15000。没想到阿虎18000，哎呦，哇！各位6000的也不要失望，后面的奖金才是大额的，好不好？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
这一回合我们请香你讲规则了啊。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问题问 A、B 2个选项，请作答之后按你的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一个人代表1000块；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每一轮留下最后那一位，可以把账户所有金额灌给自己，赢者全拿。总共进行3轮，第1轮请出题。睡一觉起来，常常忘记梦到什么了吗？请问哪种情况下会比较容易记得梦中发生的事 ？A. 睡眠品质佳 B. 睡眠品质不佳。请作答。哦，你会一直做梦，对会影响睡眠，对不对？会吓醒，然后有时候睡着的时候，明明就做噩梦，然后还会有续集耶。对，我都很害怕，就是我现在好不容易吓醒了，然后就是刚刚坏人没有追到我，没有被杀掉，然后我继续睡的时候，续集又来了，可以连续追了。全面启动哪会有续集？我们常常做到好梦。突然被心情很气啊！没有续集，赶快睡下去，到底对不对？人脸都还没看到。哪类的好梦啊？泡汤，重汤，吃美食，是啊，或者是有艳遇啊，有艳遇，对，艳遇刚开始梦就断掉了，那你就很气，赶快睡回去找，又不同的梦，然后变噩梦，好可惜哦。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睡眠品质不佳。如果我们呢从梦中被叫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们刚刚在做一个什么梦？我们会更容易记得梦境嘛。所以呢，假设我们睡得不够好，一直醒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回想刚刚梦到什么。所以等于你如果一直记得你做到什么，就代表你睡得其实不好。其实梦是代表一种潜意识，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不能够说的，不能够做的，很压抑啊。对，不能够这个讲出来的事情。所以我常会遇到我的个案告诉我说，他梦到什么逃跑啊，被追，或从高处坠落，还是你被人杀的？对，被杀或杀人的。我常常梦到什么从高楼坠下来。对，这个很常见。那是压力太大吗？压力太大啊，对，是压力大。我以前不会，我年轻的时候专门梦到我会掉到大便池里，满嘴都大便了。那可能是你生活中想要吃，就是黄金啊，赚这位李同学，你好好聊天啊，好聊天。你会不会解梦啊？那个就代表黄金啊，赚钱就是这样解梦，是相反吗？对，这个没有相反一说啦，就是我很想要，但是我无法达成的东西。会透过我的梦来展现。有增加5000，有，马上累积5000。讲到梦，大家都有梦啊，对不对？来，下面一题，请出题。根据研究显示，家长做哪件事可以让孩子更正向自信 ？A. 把孩子照片设成桌布 ；B. 家里挂全家福照片。请作答。你作答。好，这个人大家看法就不一样了。小齐呢？你说是家里挂全家福照片？应该是我觉得亲子关系还是对小朋友来说，他是养成他正向自信，还有他的个性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如果家里面挂了全家福的照片，然后我们家里相处的大家亲子关系很好，这个才有助于他之后的人格发展。可是我看很多妈妈的手机上面都是孩子的桌面，那是给自己看心情好嘛。是不是？阿虎，你将来也会放小孩子？因为我家里有全家福啊，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不会觉得我更加正向自信。对，但是我看大家都把这个手机桌布设自己的小孩，那如果小孩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的桌布是我的爱我，现在还有人爸爸会刺青小孩子的脸呢，对，他讲孩子的脸呢，对不对？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家里挂全家福的照片。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表示如果你在家里面有放全家福或是孩子照片的话，孩子就会感受到，你对这个家庭很重要，那可以提升他们的自尊心跟刚刚医生说的归属感。那这在英国、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习惯，但在台湾好像比较少这么做。那你如果只是在 Facebook 的页面啦，或是你的手机这样放的话，其实那是比较属于你私领域的地方，孩子不会觉得说你那么公开的把它放在外面。所以呢，只要我们充分利用照片，就可以为家人跟孩子带来所谓的正向的心理效益。对，难怪外国都是这样，到家里摆满小孩子成长的照片，怎么样？这是怎么样？而且父母引以为傲，对不对？来，3位，请到旁边稍坐一下，来加2000、7000。接下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蒙古大夫常被用于形容医术不精，
请问他们最早是指哪个领域的医生 ？A. 兽医 B. 产婆。请作答。蒙古大夫是形容哪一个？是兽医还是产婆呢？大家都觉得是兽医啊。叶文，通常古代不会把产婆归类成医生了。对，古代的医生就是大夫嘛。正确答案是 A 兽医。明朝末代的时候呢，清军就觉得，哎呀，你们蒙古军的马匹啊，怎么长得这么好，折损率呢远远低于清军，所以呢，发现蒙古人有专业的人员在照顾马匹，也就是他们的兽医。那兽医呢，在打仗的时候也会跟着他们军队一起出征。那清军就有样学样啦，在军队也配置了这些蒙古的兽医，那把他们叫做蒙古大夫。他们其实是看马匹的，但是后期呢，战事吃紧，那医生不够用啦，那清军就要求这些蒙古大夫来医治军人，那效果当然不好嘛，所以蒙古大夫之后就衍生成庸医的代名词。下面题请出题。希腊三哲苏格拉底的教学理念也被运用在家庭当中。请问，苏格拉底式父母是如何教育孩子 ？A. 以提问方式引导 ；B. 不干预孩子想法。请作答。以提问的方式引导，这题应该他们是专家了。对啊，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以提问方式引导。苏格拉底呢，非常善于对话、讨论、提问来引导学生思考。他觉得对话就是一面镜子，如果我跟你对话的话呢，你可以帮助你厘清自己的想法。同时呢，用在小孩子的教育上面，我先不跟你说教，我先提问，为什么你会这样做？你当时这样做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一步一步让小孩子理解为什么你这样做是不该的，比你直接教训他来得好。对，来加2000。这是第二题了。3题都一起答对的话，就分奖金了。是的。好，第3题，请出题。如果男生收到 Dear John Letter 给约翰的一封信，请问这表示他收到什么 ？A. 分手信 B. 告白信。请作答。Dear John Letter。对。这个我国中老师有教。要好。英文要学好。一般男生不太会收到女生告白信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包哥就常收到吧？我没有，我收到都是账单比较多。那你没收过啊？账单比较多一点。正确答案是 A， 分手信其实是女方写给男方的分手信。为什么叫 Dear John Letter？ 因为 John 呢，在美国是个超常见的菜奇啊名。John 呢，也可以被当作是无名的人士。那这个名词 Dear John Letter 是源自于2战时期，当时有很多军人的女友啊，就不愿意等他们这么久啊，选择让他们分手，但是又会以一种充满爱意、怜悯的口气说 Dear John， 然后才开始跟他讲我等了你很久啊，可是我可能再也等不下去啦，来表达他分手的意愿。所以呢，男生收到 Dear John Letter 的时候会非常的心碎，所以呢 Dear John Letter 延伸之后就可以当做分手信。所以你可以说 I got a Dear John Letter yesterday。这一题又一样了，来，请加2000。那13000拆成2份，6500，请进小齐的账户，变12000。另外6500，请进介文的账户，21500。OK， 来3位请回来，这是第1轮嘛哈。来，接下来赢者全拿进行第2轮，请出题。小孩画作能看出他当下的想法，请问，当孩子把爸爸画得比其他事物还高大，是代表什么 ？A. 心目中爸爸最重要 ；B. 爸爸很凶很讨厌。请作答。只有一个人觉得爸爸很凶很讨厌啊。我有曾经访问过一位，他是在研究小朋友的画的老师。对，那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不太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让他画东西。我记得他有曾经说，如果孩子有把一个东西画得特别的大，那代表这个东西他可能是对他有点恐惧。那我不晓得人物是不是也是在这个里面，所以我刚刚想到是会不会是
人物也包含在内。介文是研究这个的，是我们对于恐惧的事情会把它越缩越小。对。那如果说爸爸画的越仔细，好，那表示说他心中对爸爸的形象越鲜明。对。那通常如果说讨厌爸爸的话，会把爸爸加一些东西，比如说爸爸流血啊，对哦，流血，对啊，或是对啊，就是断手断脚啊，很丑化啊之类的，这样子。对，就像因为小时候大家画画都是山画的很多，太阳画很大，对，那就是喜欢，对，喜欢户外。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心目中爸爸最重要，可以看看小朋友的画画方式哦，因为他这些都呈现他内心的感受，反而不是写实的视觉经验。所以如果有如果有小朋友非常重视，然后特别感兴趣或是特别喜爱的人事物，他们就会画的比较大。所以如果看到小朋友呢把爸爸画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在心目中呢，爸爸对小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亲密的人。是的，来，同文请休息一下，4000，请加。下面一题请出题。过年小孩最期待收到压岁钱，请问给小孩的压岁钱中的岁是指什么呢 ？A. 小怪兽 B. 地基主，请作答。这题有道理，地基主也是一个，得提出来摆。对，但到底是个压谁呢？你会压地基主吗？介文，你压地基主啊？我觉得应该不算是压啦，应该算是就是给他们一些报酬，或是对，好像礼处嘛，其他不爱给礼处。对，因为就是说住在这里的人要先打个招呼，然后请就是地基主保佑这边的人都平安健康。对，可是我刚刚想说小怪兽，我不知道是年兽还是什么的，但他们的形容可能就是年兽，它只是小的年兽。你们的意思是小年兽，鞭炮下年兽吗？感觉跟年兽有关系。我记得是这样想一讲。对。但我想要怪兽是哪一种怪兽？徐怀钰唱的怪兽。有怪兽。其实很多啊，你看路上很多人在抓，不是吗？对啊，就是抓宝的那种，那个也是怪兽。什么都抓都不会害怕了，你还怕地基主还是小怪兽吗？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就是年兽，真的是。除夕夜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鬼鬼祟祟，那个祟这个怪兽呢会下山来捣乱，那小朋友晚上会被吓得睡不好觉。那这个怪兽呢叫做祟，它不怕刀不怕枪，就怕喜洋洋的红色，还有铜钱哒哒哒的声音。所以大人呢就把铜钱装进红包，放在孩子的枕头下面。那这个岁兽呢就不敢靠近啦，孩子就能好好睡觉啦。所以叫压岁钱，后来取谐音变成压岁钱。鬼鬼祟祟。大野狼，来两位请休息啊！马上就有人陪你做耳通了，多好！来加2000。哇哦，阿虎今天有可能冠军呢哦！真的吗？真的有机会了。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动物园是遛小孩的好去处，请问台湾的动物园现在看不到哪个动物 ？A. 北极熊 B. 云豹，请作答。哇，好久没去动物园，看不到北极熊，云豹看得到吗？云豹不是篮球队吗？没有，是因为那个木栅动物园，它那个就是冷的那种动物啊，没办法，只有企鹅啦，还是什么的，就是没有看过北极熊这件事情。但有看到云豹吗？云豹不知道是不是云豹，但豹类的感觉会有。我也是印象前阵子带小孩去动物园，只有看到企鹅。现在还有熊猫对吧？熊猫有，对，就是没有北极熊，没有北极熊，是的。正确答案是 A 北极熊。其实呢，新竹市立动物园曾经拥有台湾第一只北极熊，当时是用50只猴子跟日本换来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气候啊，跟北极熊猴子特别多，100只也没关系啊。猴子好多，我马上出去常常出外景，猴子都在看了，一堆猴子。对，但是虽然换来呢，因为我们的气候实在太不一样了，而且难以照顾嘛，所以那第一只北极熊呢，2年内就过世了。那台北木栅动物园呢，在1986也试着引进北极熊，但是相同的原因，所以也过世了。太高温了。对，所以从此之后，台湾动物园就再也没有北极熊了。那大家会以为说台湾云豹2013年就已经灭绝了，没错。但是木栅动物园里面目前还有一只雌性的云豹，它叫做 Suki， 它是从德国的一个动物园来台湾的，它担任教育展示跟野生动物保护的大使。来加2000，他们是
第一题第一样。一题一样。下面一题请出题。安全是航空业最重视的事，请问基于飞安需求，航空公司会严格限制机长做什么 ？A. 留胡子 B. 留指甲。请作答。哦，有 A、B 的就有输赢了。林小琪是说留指甲，为什么？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他在操作这些飞机，对，应该可能按钮会很接近，它的空间应该蛮狭小的，所以指甲可能会干扰到他这个做这个。可能你以为按了，但是他是没按，是危险的。对，是，或者是不该按的你按到了。对，因为在医院我们也通常不会留指甲，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静脉留置啊、打针啊等等的，这个都会干扰到我们。哪有看护士做美甲那还得了？哦，好长的弄大哈，对，插针都插错了。来，阿虎，没有看过机长留胡子啊，主要是就是有时候他们，但是留指甲这个东西很难界定，到底是多长的指甲，一点点也不能留吗？那我觉得留胡子感觉比较特殊吧，我也不知道，才留胡子。这是输赢了啊，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留胡子，我们大家想一下哦，其实呢，紧急状况上去想，如果紧急状况要戴那个氧气罩的时候，如果你有胡须，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密合，那这样反而会导致意外发生。而且机长他一个人要负责这么多机组人员跟乘客的安全，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根据纽约邮报指出，达美航空就直接有这样严格规定，不可以留胡子，机长们。因为呢，这会影响紧急状况的处理。那外媒呢也有一个 IFL 的 Science， 它也引用另外一个研究表示如果你蓄胡的话，你戴氧气面罩，你这个漏氧气，对，你会漏掉16%到67%的氧气，你根本氧气不够，那到时候救不了你。没错，那其他的那个成员的话，机组人员啊，或是其他乘客是没关系的。那比较是个人。以后会发明了量管，可以让擦鼻子。为了机长留胡子，我方便给他。可是你要乘客也很多留胡子的。但是乘客没有关系，因为怎么说，机长负担这么多人的安危。来加1000。9000块，请加入阿虎的账号。阿虎不错呢。我说他今天可能会冠军嘛，来，请回来进行第3轮。接下来进行最后一轮第3轮，请出题。叫你不要，你就偏要。请问这在心理学上称为什么效应 ？A. 灰姑娘效应 B.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请作答。公公回答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小丽。对啊，因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你们不可以结婚，我要；你们不可以操作，我要。对，你要嫁给谁，我不要。灰姑娘不能去，我要。对啊，灰姑娘呢，你不能参加宴会。灰姑娘很乖啊，她12点说啊，我的马车要走了，我要走了，然后她就走了，她多听话。道理耶。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吓死你！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呢？因为有时候大家叫你不要这么做，你反而会觉得叫你不要做那件事情特别的具有吸引力，就会觉得手痒，特别想去做。所以呢，以后这个现象就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Romeo and Juliet effect）。对，然后甚至呢，这个东西以后常被用在戏剧上面啊，或者说也有很多学者想要深入研究这个效应。下面请出题。才刚吃饱又觉得好想吃东西，这可能是假性饥饿。请问什么习惯容易导致假性饥饿 ？A. 吃饭配饮料 B. 边工作边吃饭。请作答。哪一种会让你变成假性饥饿？双方持不同的意见哦。我觉得吃饭配饮料很容易饱，它会发。那是不是又很容易饿的？但我觉得边工作边吃饭，有的时候你没有专注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那个会影响到你其实不知道你吃了什么，你不知道你吃了什么，所以即便你可能吃了很多，可是你其实感受上我好像没有吃东西一样。来借我。
我觉得先喝饮料会让血糖上升，对，上升完之后，其实它没有足够的东西再填在胃里面，所以之后它下降的也快，所以我们才说减肥要吃一些升糖指数比较低的嘛，才能够慢慢的吃饱，吃到正确的东西。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一边工作边吃饭，其实所谓的假性饥饿是你根本其实不饿的，可是你就一直这边找东西吃，这个就是因为你体内的血糖调节出了问题。有时候都不知道吃什么，又想吃东西。对，但有人饿吗？也没很饿，也没很饿，但你就是想吃。如果你长期放任这种血糖调节出问题的状况，不管它的话，你爆肥是迟早的事情。那如果你常常觉得很累，或是边工作边吃饭的话，都是假性饥饿的高危险群哦。3位请坐，谢谢。好，来，请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许多爸妈都会让小朋友画画，发挥想象力。请问，根据小朋友书写能力发展阶段，哪个图形最晚学会 ？A. 三角形 B. 圆形。请作答。你作答。圆形最快呢？啊，最晚。一般来说，三角形是3岁的时候学会，四边形的话是4岁的时候学会，圆形的话是5岁的时候学会。正确答案是。其实是三角形。根据书写能力发展，4岁左右呢，小朋友画图的 pattern 模式呢开始出现。小朋友呢会画出不同的模式，解释说它可能代表某些东西，给它一个标签或是名称。那它可以画出正方形啦、圆形啦、长方形啦、十字交叉，或是它会假装写字。那它也会试着画看三角形跟菱形，可是会有点画不出来。那5岁的时候呢，他才会开始展现所有的比方说创造力啊 ，creativity， 他可以画出基本的形状，三角形跟菱形，甚至还会开始画出人的肖像，而且会开始有细节哦，像是头发啦、手指啦、脚啦跟身体。这个7000块在最后一回合没有拿走，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行库里面啊。那我们最后呢，来宣布他们的总奖金。好的，崇文12000，小七12500，小黎9000，阿虎27000，介文21500。恭喜阿虎27000成为今天的冠军，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阿虎，恭喜你！哇，今天是让我们跌破眼镜啊！27000，来这卡，请插卡。好，一插进去的这个金库，就打开了金库，里面的钱有27000是你，但是事先要通过2个密码提示。来，请看。 2个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1画的女人血拼，或是总笔画45画男人的嘴。女人血拼哦，哇，真是。血本无归，无法无天啦，无法无天，太多了。所以他看成语这4个字，女人血拼有多恐怖一件事。会有什么恬不知耻，对不对？别吧，那这个太严重了，乐此不疲喽，乐此不疲啦。你要想，男人赚钱给女人花是很光荣的一件事，天经地义。对，好的，这是电视，我们要讲一点场面话。是。好，男人的嘴呢？骗人的鬼。口蜜腹剑啊，或者是男人的嘴。男人的嘴，甜言蜜语，甜言蜜语，口是心非，巧舌如簧，对，很多。像血拼呢，还是男人的嘴？当然是男人的嘴，我比较多啦。啊，是啊，对啊，所以你要选定这个45画的男人的嘴。哎，请锁定男人的嘴。女人血拼到底是哪4个字呢？虽然没选了，我们看一下。乐不思蜀，这很简单，你没选到，太简单了吧？男人的嘴，请出题。你的题目是口蜜腹剑。哎，这个好像我之前讲的，我不知道被我猜中了。天哪！来计时1分钟开始。好，简单啦，口1、2、3、03。蜜。我27000真的拿走了。1、2、3、4、5、6、7、8。9、10、11、12、13、14。不。1、2、3、4、5、6、7、8、9、10、11、12、13。剑就剑，
键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7。停，很甜哦。用了几秒？40秒，也就是你还有20秒。如果错的话，但我不会提示你哪个字哦，最好是一次答对了。来，请公布密码03141317。对或错？错。来，总共是还有20秒计时开始。口蜜不吗？还是这个键？对啊，不这个口是甜的，肚子里面也是蜜饯吗？蜜饯，口蜜腹哦。哎，好，清楚，按不慢一点，好，可以了。键，1、2、3、4、5、6、7、8，有这个字吗？1、12、13、14、15、16、17、18、19、20，不对，1、2、3、4、5、6、7、8、写完就秒数到了哦。13、14、15、15，好停，秒数也到了啦。其实他早就到，但我们给他宽容，把它写完，因为总是要写完哈。是的。口蜜改这个键是来密码03141315。对或错？恭喜你！哇塞，真的厉害！你就是来真的给2万7。哇！你看到没有？钱都出来了哦，现金哦，2万7。恭喜你！哇！棒了！他一直写那个蜜饯，我们提醒他蜜饯吗？肚子里面这么甜吗？因为我一直想成蜜饯的饯，不是啊，口蜜腹饯就表示口是心非了。对，这嘴巴是讲的，就是像很多甜，人家说政治人物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就是口蜜腹饯，这个意思，对不对？不错呀。来，正确解答我看一下，啊，一模一样，完全一样。你完全写对了，太厉害了！恭喜你2万7，小孩子7星都有，太棒了，谢谢老师，谢谢小补，好，谢谢，来，请回去。啊，这7星今天的成语都还蛮简单的，谢谢啦，真的蛮简单的。尤其那个乐不思蜀，不是广告卖那个湿热冰，是不是？还加那个什么蓝色的粉，对，还有沙士口味做成便状。对，他喝完之后尿还会有那个颜色。不是那一个湿热冰，那就乐不思蜀不是讲冰吗？不是，他其实是刘禅就是刘备的儿子。然后他亡国之后呢，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玩的 so happy。乐不思蜀，因为他在蜀地嘛，对，他爸爸的战地就是蜀地嘛，对，魏蜀吴，所以人家说要不要换地方，他说在那边很开心，这样就不想回家了，流连忘返了。哎，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哎，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恭喜！谢谢大家。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